福建考古竟然挖出了孙悟空之墓，出土如意金箍棒，检测后发现成分竟是陨石。诡异的是，除了齐天大圣，墓中还有一个通天大圣的牌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《西游记》不是神话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福建地区挖出的这座墓，不但有齐天大圣的碑文，还有一根特殊材质打造的金箍棒。这种种迹象表明，这就是孙悟空的墓。然而，其中的疑点也非常多。想要解开谜题，我们还要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现说起。据说，在福建顺昌宝山之上，有很多稀有药材，是当地村民谋生的好去处。这天，2个村民在山上采药，天色渐晚，2人便准备下山。谁知道，由于走得太深，2人彻底迷失了方向，只能在山上打转。就这样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他们迷迷糊糊看到眼前有一座庙。这个发现让2人有些奇怪，他们世代在这附近居住，不曾听说这里有庙存在。突然出现在深山老林的古刹，让人后背发凉。虽然有些害怕，但2人此时被困山林，也想找人求助，因此便壮着胆子走了进去。2人进入这座庙后，发现这座庙用墓来称呼更为合适，因为它似乎是用一块天然巨石开凿而成。2人随后进入正殿，映入眼帘的竟然是2块石碑，似乎是谁的牌位。2人心中一惊，这果然是一座墓，只是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。正想着的时候，他们也看清了墓碑上的字，竟然是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这2个牌位。2人一时间不明所以，他们自然是听过齐天大圣的，只不过从不见有人给齐天大圣立牌位，难道是有人在搞恶作剧？就在这时，他们又发现了一座面容古怪的石像，在夜间更显得惊悚。这其实是一座神猴像，但2人已经被吓破了胆，只以为是有鬼怪在作恶，连看也不敢看，就夺路而逃，向山下跑去。谁也不知道2人是如何到家的，2人也说不清楚，只是庆幸自己活着回来。之后2人把事情告诉家人，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，连文物局也被惊动了。就这样，在文物局的陪同下，2名村民再次回到那晚看到庙的地方，果然这座诡异的墓室还在这里。说起来，这座墓所在的地方的确是一个风水宝地，它位于宝山山顶，海拔高达1305米。在这里修一座墓，绝对是虎踞龙盘，气吞山河。不过，人们也因此有了一个疑问：如此之高的地方，宝山又没有道路，处处丛林密布，是谁费尽心思爬到山顶，建造这样一个墓室呢？一行人当即进入墓室中，这次大家带齐了工具，照明设备也非常充足，这下直接将墓室中的全貌一览无余。本来考古的同志也都是见惯了大场面，然而看到墓室中的东西后，还是感到匪夷所思，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那么他们都在墓中发现了什么呢？福建考古意外发现孙悟空墓石碑成分，令考古学家啧啧称奇。墓中发现令其直言，我们都被吴承恩骗了。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呢？考古专家们进入墓室后，一眼就看到了神猴像和后面的2块石碑，他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就是孙悟空的墓室，但这种印象也只是一瞬间，毕竟孙悟空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，怎么可能有墓室呢？想要找到真相，还需要得到更多线索。于是他们对石碑进行了仔细研究，他们看到2块石碑年代比较久远，上面除了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字样，还刻着如意卷草纹饰。一位姓胡的教授将石碑的一小块踏了下来，并带到实验室化验，得到的结果让人啧啧称奇，因为这块石碑竟然是一种名为猴状灰石的石头。这种石头十分罕见，要经过几亿年的时间，经受长时间的风吹日晒才能形成。通俗来说，它需要长期吸收日月精华，才有机会变成猴状灰石。说起来，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也是在一块吸收日月精华的石头中蹦出来的，难道就是这种猴状灰石？这种念头一旦滋生，就再也挥之不去。就在这时，人们又在墓室中找到一根奇怪的铁棒，这根铁棒十分沉重，模样虽然不显眼，却给人一种非同一般的感觉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这根铁棒之上竟然刻着如意金箍棒5个大字，这直接证实了这座墓的来历，它赫然就是孙悟空之墓。此时人们在看向眼前的神猴石像时，眼神都变得不正常了。这个神猴穿着红披风和黄盔甲，再拿着这根铁棒，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又是谁？不过人们还是无法完全相信，这样一个虚拟人物为何会有墓室？那个通天大圣又是什么人物？为了搞清楚其中的秘密，考古专家们开始
始从史料和文献中找线索。经过数日查找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一个重要线索。在资料中提及，元末明初有一位小说家名为杨景贤，虽然后世不怎么有名，但在当时却可以和吴承恩齐名。他也曾写过一本《西游记》杂剧，其中提到行者有兄弟姐妹共5人，大姐号称骊山老母，二姐号称乌芝芝，三哥就是齐天大圣，四哥为通天大圣，最小的名为耍耍三郎。按照杨景贤的描述，孙悟空是有兄弟姐妹的，只不过在吴承恩的笔下，为了突出孙悟空身世非同凡响，将这些都隐了下去，让他变成了天生地养的石头。实际上，孙悟空的一身本领也都是综合了5个兄弟姐妹的本事，这才让齐天大圣孙悟空战无不胜。而且当初大闹天宫被如来收服的人物也不是齐天大圣，而是4弟通天大圣，只不过也被吴承恩嫁接到孙悟空的名下。眼前这座古墓显然是知道这一段历史的，所以他供奉的不只是齐天大圣，还有通天大圣。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耗费精力为2人在如此之高的山顶修建这样一座古墓呢？这或许就要深挖西游取经的历史真相了。福建考古发现孙悟空墓中出土如意金箍棒，考古学家研究后发现成分竟然是陨石，难不成孙悟空真的存在，还与外星人有关联？西游记中有师徒4人，而现实中的玄奘取经却只有玄奘1人。不过有资料表明，孙悟空是真实存在的，他的原型是一位道士，正是姓孙，被称为孙行者。在玄奘西行取经的路上，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，雪山、草地、荒漠等等，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。正是因为有孙行者的保驾护航，玄奘才能一路坚持下来。后来玄奘归来后，写下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成为我们熟知的《西游记》的雏形。当然，孙行者并不会72变、火眼金睛等神通，只是拳脚功夫比较了得罢了。另外，在永乐大典残存的部分中，有一篇《西游释厄传》，上面提到4个西行，1个归，3个摆脱，是与非。这似乎是在说玄奘西行的路上的确是有师徒4人，只不过最后只有玄奘回到大唐，其余人都留在了西方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一种可能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《西游记》中的齐天大圣起源于福建地区的地方神。在明朝时期，福建地区崇拜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，这是当地人的神灵，两者或为兄弟俩，亦或为一个人。据说在宋代时期，人们就已经开始祭祀齐天大圣了。虽然他们的人气不如妈祖娘娘，却也有一定的知名度，所以也有人为他们建造寺庙。而宝山山顶上的这座墓，与其说是墓，不如说是寺庙，或许就是古人为了祭祀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而建造。虽然这座庙数百年来荒无人烟，但在修建的时代可能也是香火鼎盛。另外，齐天大圣的石碑在福建有很多，似乎可以佐证这一观点。当然，不论是哪种说法，这座墓肯定是没有孙悟空尸体的。按照《西游记》说法，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，与日月同寿，自然不可能有尸体。按照《西游释厄传》的说法，唐僧师徒只有玄奘回到大唐，其余人留在了天竺，那么孙悟空的墓也只能是在天竺，眼前这个自然不可能。而按照福建当地对神猴的信仰来说，这与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已经是完全不同的2个人，自然也不会有孙悟空的尸体。虽然不是真的孙悟空墓室，但这座寺庙寺墓的地方也吸引了很多人来参观，这里也已经被打造成旅游景区，主打的自然是知名度更高的《西游记》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那根神秘的金箍棒经检验后，也的确是某种特殊陨石锻造而成，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人们有意为之，这也为这座墓增添了不少谈资和神秘感。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迎来真相大白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